歡迎嚟到懸疑檔案。1994年1月，53歲嘅 Paul 啱啱喺內華達州返到咗愛達荷州。Paul 係一位退休老師，過去20幾年都喺內華達州教書。佢精通多種語言，經常去到世界各地旅行。佢中意喺課堂上同學生分享自己喺旅行嗰陣所遇到嘅趣事，所以好受學生嘅歡迎。佢喺舊年啱啱繼承咗一筆遺產，所以佢就決定提早退休，並喺愛達荷州嘅 Muskrat Lake 買咗一間屋，搬到嗰度享受悠閒嘅退休生活。1993年12月，佢返到咗內華達州，同女女 Shelly 一家人慶祝聖誕節，大家都度過咗美好嘅時光。但係 Shelly 點都估唔到，今次亦都係佢最後一次見到爸爸啦。Paul 每年1月都會寄生日卡俾自己嘅外孫，今年亦都唔例外。但係 Shelly 喺收到生日卡之後，即刻就覺得呢張卡有啲奇怪。生日卡嘅賀詞非常簡短，字裏行間都散發住冷冰冰嘅感覺，冇咗昔日嘅熱情。於是 Shelly 抄出咗 Paul 之前寄俾仔仔嘅賀卡做比對，發現爸爸嘅簽名好似有啲唔同。於是佢即刻打咗個電話俾爸爸，不過電話冇人接聽，所以 Shelly 就留低咗留言。但係 Paul 就一直都冇打返俾佢，呢個完全唔似係爸爸嘅作風。Shelly 非常擔心爸爸，所以即刻聯絡咗當地嘅警局，希望佢哋可以過去 Paul 嘅屋企度睇下。警方嚟到咗 Paul 嘅屋企，入邊一個人都冇，亦都冇外人闖入嘅跡象。但係成間屋都係空溜溜噶，入邊冇家私、冇電器，就連個人嘅日常生活用品同埋衣物都冇。成間屋睇起嚟好似根本就冇人住過。Paul 到底去咗邊度？雖然 Shelly 嘅心入邊感到越嚟越不安，但係佢都係諗到咗一個方法，測試爸爸係咪依然安好。Shelly 再次打咗個電話俾爸爸，並留低咗一段留言，提醒爸爸自己丈夫嘅生日就嚟到啦，唔好唔記得你之前應承過我會俾錢我買禮物俾佢噶。爸爸依然冇打返嚟。5日之後 Shelly 就收到咗爸爸寄俾丈夫嘅生日卡，入邊仲有一張25蚊嘅支票。事實上 Shelly 丈夫嘅生日根本就未到，而爸爸亦都從來冇應承過要俾錢佢買禮物。呢個時候 Shelly 知道 Paul 一定係出咗事，於是 Shelly 即刻將支票同埋舊嘅賀卡一齊帶到警局，要求進行筆跡鑑定。經過鑑定之後，筆跡專家確定支票上嘅簽名係屬於 Paul 噶。不過 Shelly 一直堅信呢個簽名係假噶，於是佢不斷打電話俾警局，要求佢哋對爸爸嘅失蹤展開調查。喺收到 Shelly 嘅連環電話之後，警方最終都係調查咗 Paul 嘅財務狀況，但係並冇發現任何嘅異常。Paul 準時繳交水電費，佢仲時不時去到小鎮上嘅 ATM 撳錢。除咗 Paul 撳錢嘅 ATM 都咁啱冇監控鏡頭之外，睇起嚟並冇乜嘢唔妥。之後 Shelly 聯絡咗當地嘅郵政局，希望佢哋可以 check 下 CCTV， 睇下呢段時間 Paul 到底有冇嚟過郵箱攞信。可惜郵政局嘅監控鏡頭唔知點解俾人撞歪咗，所以冇辦法影到清晰嘅影像，只係影到咗一個男人嘅背影，而呢個男人並唔係 Paul。由於小鎮嘅人口唔多，郵政局嘅職員好快就認出咗呢個男人。呢個男人叫做 Daryl， 43歲，係一位雜工。警方之後用咗 Daryl 嘅相進行比對，確認咗佢嘅身份。於是佢哋即刻將 Daryl 請到警局問話。Daryl 表示佢前一排去到 Paul 嘅屋企進行維修工作嘅時候， Paul 同佢講自己即將要去到加拿大旅行，所以就交代佢幫手攞信、繳交水電費、幫佢手睇下間屋等。當警方俾佢睇 Paul 張相嘅時候， Daryl 即刻表示相入邊嘅人唔係 Paul， 佢認識嘅 Paul 唔係咁嘅樣噶。睇起嚟有人盜用咗 Paul 嘅身份，再請 Daryl 幫佢睇間屋。於是警方根據 Daryl 嘅描述，畫出咗假 Paul 嘅面部掃描，並將掃描公開，希望可以揾到呢個盜用 Paul 身份嘅男人。幾個月嘅時間過咗，警方一直都冇得到任何關於呢個男人嘅線索，而真正嘅 Paul
亦都仍然冇任何嘅消息。雖然係咁，警方並冇放棄調查，佢哋秘密監視坡間屋，亦都出動咗警犬隊喺附近搜查，但係就無功而返。呢個時候，負責呢單案嘅 John 警探決定要搜查坡嘅屋企。一進入間屋，John 警探即刻就留意到一個奇怪嘅地方，大門嘅地氈竟然俾人用膠水黐咗喺地板度。於是佢哋將地氈揭開，地板上有一個坑，睇起嚟好似係子彈劃過嘅痕跡。鑑證人員對地板做咗盧米諾測試，發現地板上有大量被清潔過嘅血跡。經過 DNA 比對之後，證實血跡係屬於坡嘅。雖然坡睇起嚟應該係凶多吉少，但係畢竟警方冇發現遺體，所以佢哋亦都唔可以100%肯定坡已經遇害啦。之後，警方將調查目標放咗喺 Daryl 嘅身上，佢嘅身家清白，冇犯罪記錄，喺小鎮入邊嘅名聲亦都好好，大家都認為佢係一個好好先生。不過，當警方調查佢嘅銀行記錄嗰陣，就發現咗可疑嘅地方。佢嘅銀行戶口有3筆加起嚟22,000美元嘅存款記錄。巧合嘅係，坡嘅銀行戶口亦都喺差唔多同樣時間有3筆相同數目嘅提款記錄。當警方利用呢一點質問 Daryl 嘅時候，佢承認佢的確將坡嘅錢轉到咗自己嘅戶口，因為咁樣佢先可以幫坡交水電費。聽到呢度之後，John 警探知道成件事一定冇咁簡單。如果只係交水電費嘅話，幾百蚊應該就足夠啦，邊度需要22,000蚊咁多？但係警方而家亦都確實冇證據可以證明 Daryl 同案件有關，佢哋唯一嘅籌碼就係坡嘅筆跡。於是 John 警探揾嚟咗另一位筆跡專家做鑑定。呢一次筆跡專家俾出咗唔一樣嘅睇法。首先，坡寫嘅 P 字比較圓潤，而新賀卡上嘅 P 字就拉得比較長。另外，專家亦都發現支票上嘅 M 同埋 N 嘅寫法亦都唔同，所以佢認為呢個唔係同一個人嘅字跡。無可否認，專家認為模仿者的確用咗好長嘅時間練習模仿坡嘅字跡，單單只係睇簽名嘅話，的確可以以假亂真。不過，一旦模仿者寫多幾隻字嘅話，都係可以睇得出分別。之後，專家對比咗 Daryl 嘅字跡，確認咗寫支票同埋生日卡嘅人就係 Daryl。於是，警方馬上申請咗搜查令，搜查 Daryl 嘅屋企。佢哋喺樓上發現咗一個暗門，入邊收埋一把日本武士刀、迷彩服同埋飛鏢等物品。另外，警方亦都喺現場發現咗一啲屬於坡嘅家私、衣物、電動工具同埋一隻船。除此之外，警方仲發現咗一支.22口徑嘅手槍同埋一個自製嘅消音器。雖然 Daryl 睇起嚟同坡嘅失蹤一定有關，但係警方始終都冇揾到坡嘅遺體。想要用謀殺罪名嚟到起訴 Daryl， 佢哋仲需要更加有力嘅證據。呢個時候，距離坡失蹤已經過咗18個月，但係 John 警探依然冇放棄，佢決定再次搜查坡間屋。呢一次，佢留意到地下室嘅 crawl space， 亦即係建築物底層地基同埋房屋底部之間嘅空間，有一塊凹咗落去嘅地方。上次佢哋進行搜查嘅時候，呢個地方仲係平㗎。由於 crawl space 嘅空間非常細，根本就唔足以令人打直咁行，所以要進行挖掘工作亦都唔容易。警方花咗2日時間，終於挖出咗一具用床單包裹住嘅遺體。而死者就係已經失蹤咗18個月嘅坡。法醫喺坡嘅身上發現咗4隻.22口徑嘅子彈，但係彈道測試就同 Daryl 嘅手槍唔吻合。槍械專家表示，如果手槍被裝上咗消音器，就算只係喺位置上進行咗少少嘅調整，每粒子彈嘅彈道都會有所不同，所以好難證明 Daryl 嘅手槍就係兇器。不過，警方認為佢哋已經擁有足夠嘅證據可以起訴 Daryl， 所以就將佢逮捕咗。但係 Daryl 並冇坐以待斃，乖乖地洗乾淨嘅8月15等坐監。佢打算用15,000美元收買準備出獄嘅獄友，等佢哋可以喺佢被羈押前往監獄嘅路上殺死負責羈押佢嘅警察。正當 Daryl 以為佢好快將會恢復自由嘅時候，
佢點都估唔到獄友已經出賣咗佢，將佢嘅計劃話咗俾警方知，所以佢亦都只能夠乖乖地喺監獄度候審。警方認為 Daryl 嘅作案動機就係金錢。Daryl 本身有6、7個細路，屋企嘅開銷非常大。當 Paul 請佢嚟到屋企做維修嗰陣，佢知道咗 Paul 有錢，所以就動咗歪念。警方推斷，當 Paul 由內華達州返嚟嘅時候， Daryl 就帶住支槍嚟到咗 Paul 嘅屋企。一進入間屋， Daryl 就對 Paul 開咗4槍，其中一槍射穿咗地板，留低咗一個坑。之後 Daryl 用床單將 Paul 嘅遺體包住，埋咗喺地下室嘅 crawlspace 度。但係佢冇考慮到遺體會隨住時間慢慢腐爛，所以警方先至會喺18個月之後喺 crawlspace 發現凹咗嘅地方，令佢哋揾到咗 Paul 嘅遺體。喺處理遺體之後， Daryl 清理咗地板上嘅血跡，並用膠水將地氈黐喺地板度遮蓋彈窿。呢個時候，除咗個樣唔同之外， Daryl 已經掌握咗所有可以冒充 Paul 身份嘅嘢。佢開始寫支票俾自己，用 Paul 嘅提款卡去到 ATM 撳錢。為咗製造 Paul 仲在世嘅假象，佢定時幫 Paul 繳交水電費，仲冒充 Paul 寄生日卡俾外孫。但係佢點都估唔到 Shelley 一眼就認出咗呢個簽名係假㗎，仲設咗個陷阱俾佢踩。喺庭審中， Daryl 否認咗所有控罪，並堅稱自己從來都冇寄過生日卡俾 Shelley。第一位筆跡專家唔係已經證明咗佢嘅清白咩？不過 Daryl 唔知嘅係，控方已經檢測咗信封上嘅郵票，並喺郵票上採集到唾液樣本，證實唾液嘅主人就係 Daryl。呢份報告亦都成為咗指證 Daryl 最有力嘅證據。1997年5月2號，喺經過咗3個星期嘅審訊之後， Daryl 被控1級謀殺、盜竊以及偽造文書3項罪名全部成立，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